小奥呢是一个农民，他的使命是让村子里的人都能吃得上饭。但有一天，小奥遇见了探险家大奥，在了解了大奥的冒险经历之后，他想着说，世界那么大，我也应该出去走走。但是当他跟其他村民倾诉梦想之后，小奥意识到还是让村民们吃饱饭更重要，所以他便放弃了自己的理想。刚才的这个小剧场呢，来自世界上第一个智能体文明试验 Project Seed。这是一个在我的世界里进行的人工智能实验。在这个世界的村子里呢，生活着1000多个有着独特性格和记忆的 AI 村民。就像小奥一样，每个村民呢都会有自己的职业和理想，他们会互相交易，建立经济体系，会投票选举，制定自己的法律，甚至会为了找回迷路的伙伴放下工作，一起点亮村庄。看到这么有趣的 AI 实验，我也想动手开发一个自己的 AI 小伙伴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打算用3期视频教大家怎么开发 MC 机器人。那这期呢，就让我们先从基础开始，让 AI 能听懂指令，陪你聊天、探险和收集资源。下一期我们会教 AI 完成更复杂的任务，比如说建房子、种田。那最后一期呢，我们要让 AI 像小奥一样学会自主生存。记得关注、点赞、收藏，防迷路哦。首先，我们要确保你的电脑上已经装好了我的世界 Java 版，游戏版本从 1.8 到 1.21 的版本都可以。接着就下载花子我准备好的工具包，链接我已经放到评论区置顶了。解压之后呢，你会看到2份文件，一个是 Node.js 的安装程序，还有一份是 AI 控制代码。我们先双击这个安装程序，然后一路点下一步和确定就可以了。安装完成后，我们要确认一下 Node.js 是不是安装成功了。点击搜索栏，输入 cmd， 打开命令行，输入 node-v。如果你看到版本号的话，那就说明安装成功了。接着就进入游戏，点击对局域网开放，输入端口25565，然后就回到了刚刚的命令行界面。在命令行下进入代码文件夹，输入 cd 后再加一个空格。然后把刚才的代码文件夹直接拖到这儿，再按回车就行了。最后输入 node.js 启动程序。这个时候呢，会回到游戏界面，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叫做花花的 AI 小伙伴加入到游戏中。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小伙伴是不是听话的。先跟他打个招呼，你好呀，陪我玩 MC 好不好？好呀，我在这里陪你玩呢。接着我们试一下移动指令，你过来一下。我来了。诶，花花真的过来了，那就让我再试试看，走远一点，看他能不能找到我。你过来一下。我来了。OK， 也没问题。作为一个称职的游戏搭子，战斗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。花花过来救我。可以看到花花收到指令后会努力驱逐我身边的怪物。如果在攻击怪物的过程中跑太远，还会重新回来。我现在回来。那最后再测试一下收集木头的功能，帮我收集木头。花花不仅会自动砍附近的树，还会贴心的把砍好的木头送到我面前，是不是还挺可爱的？好了，到了这儿，你就已经拥有一个初级的 AI 游戏搭子了。为了实现刚才的功能，整体过程是这样的。在游戏中当 AI 玩家收到我们的指令后，会把指令交给大语言模型。大语言模型呢，会理解我们说的话是要执行什么命令，接着程序就会根据这个命令去调用不同的任务。为了实现上面的过程呢，我们会用到一个叫做 Mindflayer 的开源库。Mindflayer 通过解析和模拟 Minecraft 的网络协议，让我们的程序可以像真实玩家一样与游戏服务器通信。通过它的接口，我们就可以轻松控制游戏中的 AI 玩家和感知周围的环境。Mindflayer 是用 JavaScript 开发的，并且需要依赖 Node.js 环境，这也是一开始我们就要安装 Node.js 的原因。如果你已经学过一门编程语言的话，用 Mindflayer 来实现 MC 的自动化控制应该是比较容易的。一个典型且最简单的 Mindflayer 程序是这样的：通过 bot.on 这个回调函数，可以获得和 AI 玩家有关的各种事件。不同事件呢是用一个字符串来标识的，比如说 chat 是获得聊天消息，我们对机器人说的话可以从这里捕捉到。又或者我们可以通过监听 death 死亡事件来判断机器人是不是嘎了。
除了感知机器人的状态，我们还可以很容易的检测周围的环境。比如说，通过这段代码，我们就可以知道附近有多少木头方块，而通过这段代码呢，就可以知道周围有没有怪物。知道了周围的环境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写一点代码让机器人行动起来。比如这段代码可以让机器人走到我们指定的目的地，而这段代码呢，可以让机器人攻击指定的怪物。当然啦，跟我们 PVP 也是可以的。控制机器人的方法还有很多种啦，在实际开发中也可以查看 MyFlayer 的开发文档哦。OK，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儿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动手试试看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，花子我都会一一认真回答的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。